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我是 Ella。今天的第5期，我们想跟大家讨论如何重养一遍自己，终结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节目开始之前，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全新视频播客节目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找到，都是同名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有 YouTube、B 站播客的话有小宇宙和苹果自带的播客 Podcast APP。 那今天呢，我们有看到我们现在 very sporty 要站起来吗？要站起来。 OK， 今天我们的这个 sponsor 呢是The Cozy， 是一个非常非常环保的一个 sportswear company。创始人以前是一个律师，然后后来自己就是也是 out of office 了之后呢，就自己创业，就超舒服，对不对？非常非常舒服，好软。对，就是完全就感觉不想脱下，不想还给他了。No one to give it back。怎么办？当然我要把外套穿上，因为我从非洲回来之后，这个手臂上被咬得惨不忍睹。也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对，但真的非常的舒服。这一套衣服真的让我觉得有一种被 hug 的感觉。对对对。OK， 关于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要从我们就是上集的那个就是有毒关系，听众朋友还是很关心的这个话题。对，我觉得产生了很多共鸣，在这个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哈。原生家庭这个话题呢，妈妈你先不要紧张因为我想说原生家庭每个人都有像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对吧？我们父母又没有操练的机会，直接上手就要带小孩对吧？然后又没有什么学科是教你如何不给孩子带来任何创伤所以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周围的同龄人都是有一些或多或少各种不同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定的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我觉得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也不要去比较，因为你们不知道就是对方就是家庭关着门家里面是什么样子。而且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童年。做父母之前没有说一本教科书或者是一个课程让你去说你合格了吗？然后对你有没有这个资格，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原生家庭的创伤，对，然后才有这个资格去养育下一代。这个就是都是孩子有了孩子，对不对？这个原生家庭这个创伤其实是代际传递的嘛。因为除非你在中间某一代，就是你自己这一代去做一些干预，孩子传给孩子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因为它是会遗传的。对，如果父母这一辈没有处理好他们自己作为孩子的时候所受到的这个创伤，那他几乎可以肯定的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所以要做到创伤止于我们这一代对，就是尽量的去把自己的这个创伤的就是去把它修复了，可以把伤害减到最低。我觉得我想一定会有些观众会觉得是不是真的都应该怪原生家庭呢？我觉得有一定道理的。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对吧？任何的小东西都可以伤害到他，对吧？他的生存遭到了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其实出生本身这件事情，从温暖安全的子宫环境当中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一个创伤。这个新生儿所遇到的第一个就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个社会环境，就是他的这个父母和这个小家庭就提供了他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所以其实这个小小的社会环境给我们造成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巨大。在甚至还没有这个主动记忆的时候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需要生存的压力，对吧？为了要生存下来，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父母能够喜欢我们，让父母可以保护我们。我们要保证父母对我们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是喜爱的，是正向的。所以为了父母的这种肯定 validation， 我们会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包括抑制我们自己的本身的情绪，包括抑制我们
很正常的一些生理需求，不小心尿裤子了等等，你父母肯定是不开心的。没有一对父母是说哦尿裤子了真好，对吧？所以说其实就是这种最本能的东西，我们都在抑制，在 suppress。所以对于这个未来的成人影响有多么的大，可以想见哈。每一个孩子就像你说的出生，他要为他的这个生存而奋斗从他的这个 primary care 开始，婴儿的微笑会逗父母开心嘛，对不对？哭呢就会让这个父母会觉得压力很大，特别是新生儿父母，他们可能前1-2年都是睡不了觉的，基本上是那个 deprivation 是到顶峰的那种。这个我们也经常听到关于产后抑郁的这个话题哈 postpartum depression 所以可以想见父母的这个压力有多么的大，对吧？尤其是新生儿这个刚刚来临，改变他们生活的这个程度是非常巨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逐渐这个 pick up 的东西哈是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的这个无形之中的。所以父母有任何的这种正向反馈，比如说哎你好漂亮，或者说哎你好乖，或者说哎你好聪明等等，其实都是在告诉孩子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有强大的这个信号，就是说哎我如果不乖的话，我可能就会不安全对吧所以这些信号所传递的信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敏感而重要的所以现在我听到一些这个年轻父母他会说哎呀我不能告诉我的女儿好看，我要告诉我女儿你不管长怎么样你都很棒也不能说她聪明因为聪明的话又是传输一种某种价值观对吧？所以其实当父母还真难现在又是好像到了一个大家就是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开始有一点点 it's a little bit too much对不对？现在就这个也不敢说，那个又怕说多了，小孩到了这个幼儿园他要面对他的小社会，然后也是要寻求这个生存感父母是怎么样子在家里面对他的，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就是一个 mirror就是再带到他的那个小社会去，没错，成长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对于原生家庭这个话题研究多了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周围朋友的亲密关系对吧，我们也可以看在眼里其实很理解他的原生家庭是这样的，那可能他的婚姻关系是这样的，很 make sense 对吧？对，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我们怎么和自己和解，包括我们与 partner 和这个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可以通过跟原生家庭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所做和解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可能是非常的大。对 100%。 我有很多跟我一起成长就是长大的朋友他们的父母关系都非常一般，非常冷漠父母很早就分开房间睡了呀然后互相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沟通，除了吃饭然后就感觉就是为了那个把这个家庭给留住而就继续还在一起生活，只是生活而已，之间没有多一句话，让他们就觉得这个他们自己的父母其实是很冷漠的然后这也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在择偶的这个选择，或者是交朋友的选择，觉得他的自己的生活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婚姻也是打打闹闹的，就是这个就是或者动手这些是很经常的就双方都是就变成了一面镜子，对自己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是的。那有一个有意思的理论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在小时候被父母任何一方有所忽视，不管是情感上忽视还是就是完全是所有的生活需求上面的忽视，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它可能会过分的去这个去弥补。当你觉得你的父母对你的这个关注不够的时候，你会有生存危机，你会觉得没有人管我了怎么办？那我就要让我的大脑变得更发达更聪明，更有这个求生的能力。或者说我们会觉得你的身体会觉得，如果说你的这个大脑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发达，你可能也会在情感上获得你需要的东西，但是当然是不可能的对吧？它有一个 extreme 就是有两种一个 case 我觉得原生家庭就是说按部就班的受了这个影响变成了他们的这个 mirror还有一个就是 extreme 就是 case 就是反弹对，然后这个也有，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反弹就是一个个例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是非常不好的，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很多人就说
就看我，他们会觉得，哎，你肯定是，他们就会想象你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说no，yeah，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那个叫物极必反，对不对？我觉得你也是有原生家庭的影响，你是一个achiever， 对不对？可能会有，就是父母工作太忙，所以我是跟祖父母长大的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很小就开始读报纸，就坐在弄堂口读这个报纸，然后路过的这个成人就会很好奇，说你这么小的小孩怎么可能看得懂呢？然后说你是假装的吧，然后我就开始读出来，就识字特别的多，特别的快，特别早这个有可能就是觉得我要是没有什么大人在周围带我的话，我是不是要自力更生？这样子大脑的这个过分的这个长替还是之类的，就 overcompensate。我的 partner 母亲有这个产后抑郁，也是因为母亲有这个产后抑郁，对她的这个情感的发展没有给足够的这个帮助，对吧？因为父母之中呢，母亲对于孩子的这个emotional apparatus 的塑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教会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情感，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该有什么样的情感，所以他就过分的发展了自己的大脑，发现还是不能够弥补这个情感上的这个 apparatus 的这个缺失，他跳了2级。后来现在回看，觉得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觉得原生家庭造成的影响就是，因为你是在成长当中慢慢的发掘的，对不对？对。然后你也是进入了社会，对。然后我觉得你越进入社会，越有自己的这个圈子，你发掘的这个不管是 negative 还是 positive 的，我觉得就会你会觉得越来越明显它的这个症状。但是也会有观众朋友，我想可能会觉得，我的童年是很正常的，很顺利的，我没有发生过什么被虐待被忽视的情况。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听下去，因为我们的童年的最早的记忆是非常不完整的，对吧？甚至是缺失的然后呢，因为我们想要获得刚才说的，想要获得我们的 guardian 保护者的这个帮助和关注，我们会把童年的这些记忆idealize， 就会把它理想化我们的记忆会把它包装起来的。所以说如果不经过长期的这个训练，包括精神分析心理咨询等等，你是没有办法真正把童年的这个真实的回忆给抓住的。我们人是一个就是群居动物嘛，这个你就是逃不掉的。对，我前天还在看一本书，它叫那个 Lost Connection， 这个人他是一个 journalist， 他自己就是从小就是一直他从 teenage 夜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那个 antidepressant 的这个药，他的家庭没有任何问题。他说为什么他这样子的人会 depress？他有独生子，他的这个孤独感是因为父母都是外籍移民，妈妈是苏格兰人，爸爸是瑞士人，移到了一个这样他说非常 polite，然后但是互相就关门就不见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造成的他们家里没有朋友，所以他的这个孤独感是从父母身上得到的，他父母也没有去努力，就是说那我们要去交朋友，而且父母不需要啦，他们已经是成人了，对吧？对，相对来说他不会受这个影响这么的大，但是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出生的话，可能就是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对，父母没有意识到，就是所以他父母会觉得为什么你挺好的，为什么你要去吃这个药？所以就是他才慢慢的就是去一步一步去那个dive deep， 才能知道原来他是这样子造成的，没有任何的这个 trigger，他就突然抑郁了。对，这个是一个就是reactive 的这个 depression， 也跟就是原生家庭是有关系，因为父母没有去努力，就是说也不知道这个会影响到他，这个是无意当中就是引起的。对，其实原生家庭的这些伤害非常多的就是来自于这种看不到的很小的地方。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一对父母，他们是非常非常爱小孩子的父母一人一个冷饮，就是夏天嘛，非常的热，孩子没有拿到一根冷饮，属于他的冷饮，孩子就想要，他说我也想吃，你们2个一人一个冷饮，为什么我没有？然后父母就看着小孩想要冷饮的样子，他们觉得很可爱，就说你怎么那么可爱，你也想要一个冷饮，像个小大人一样但是冷饮对你来说太大了，太冷了，你不能吃，要不我给你那个尝一口之类的。然后这样一个很小的故事实际上展现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没有得到被尊重，这个孩子被当成了一个
跟大人不一样的存在，好像跟大人是相比缺了些什么，更小，还是不一样，还是你没有权利，还是你被别人掌控等等，这个细小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听上去完全无害的故事当中，其实会造成一个慢慢累积，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哈。因为这个孩子他永远是被当成一个孩子 ，a lesser existence，right？所以其实很多接受过非常好教育的父母，甚至包括自己都经常看心理方面的书啊，也接受心理咨询等等，这样一件小事他可能还是会做错。所以原生家庭的伤害真的是逃不过。对，这个是就是到处都是洞，我觉得到处都是洞。我觉得可能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比较有效的总结，就是你尽量把他们当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大人去对待，你要去尊重他。I has to be another topic. I have so much to say. 又要尊重他，同时又要帮他换尿布，真的好难啊！因为我自己就是我带学生，五花八门的看到，好像你怎么样都不行，好像父母很想努力的在当好父母，但是好像做了这一个就是补东墙拆西墙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好像那一个地方又没有照顾到了，那个地方照顾到又这个，就是我觉得太难了，我觉得当父母太难了。对你刚才这个例子，我又想到，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就是 close 的一个 friend， 他的原生家庭就是父母是工薪阶层，就是很努力在国内把他就是培养他到什么重点中学呀，然后又送他去上大学，然后就是母亲也是有严重的这个产后忧郁症，然后一直没有怎么去看，然后甚至母亲就是有自杀念头都好多次了，所以他母亲对他是没有那么多爱的，因为他母亲总是觉得是他造成他的这个产后对忧郁抑郁，他的那个跟他父母的关系就是非常的就是疏远嘛，然后造成他自己就有亲密关系的这个恐惧，完全不能够接受一个长期的亲密关系，就包括他的自己的这个孩子的爸爸，然后跟他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都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跟他走得很近的时候他会疏远，然后他会告诉我这是他原生家庭造成的，有点逃避型是吗？但他还是生了孩子，他生了孩子，对，他有一个严重的就是他从小就没有过新衣服，女孩子就是父母就是觉得女孩子丑一点没那么张扬，所以他长大当他自己有钱的那一刻，就是有很好的工作，能给自己就是创造很好的生活的那一刻，他是拼了命的给自己就是又整形又整这个，然后又疯狂的给自己买衣服，积累的这个怨气就是他要通过这个就是像囤货一样的这种感觉去把它给你刚刚说的物极必反嘛，对吧？他反弹对，这个就是物极必反，也是对他自己是知道的，他能意识到。我有一个好朋友跟你所说的情况非常像，我们初中就认识了哈。他就告诉我说，他妈妈觉得生了他非常的后悔，是他这个女儿的存在影响了他母亲，毁了他母亲的生活他当时这样一本正经的跟我说这样子话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13、14岁的女孩子这样有了这样子的认知，然后她也很明确的说，我是绝对不可能要小孩的。这个例子真的一个接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想不少这个尤其生活在海外的那个比如说纽约的单身女性朋友一定有很多约会遇到渣男的故事。其实渣男很多真的是跟自己的这个母亲的关系所造成的你知道吗？就特别有意思，他可能与他的母亲，对，我想知道渣男是哪里来的。娘胎里来的呗，哪里来的？你想渣男他可能开心吗？不可能开心，他心里一定是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不能这个 commit， 对吧？他要去玩弄女人，获得一种所谓的快感，那肯定是因为他跟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关系，尤其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有了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对还有一个有点可怕的例子哈，当然这个只是一个hypothesis 没有被证实过，就是希特勒。希特勒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么可怕的人历史上都就一个人再坏你也很难去把他跟希特勒做比较，对吧？他可能就是受他一个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所造成的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境遇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对他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人易怒脾气很大，他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顺从，就是什么都100%顺。对于希特勒他就非常的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但是跟他的母亲的关系很近
但是呢又遇到了比如说这个考艺术学校没有考进，艺术学院当时要是录了他的话，可能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对。可是就是这样子的人生境遇，再乘以这个父母对他的影响，就让他可能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很喜欢的一个这个心理学家叫做 Alice Miller， 他会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这个人造的这种暴力violence， 其实都是原生家庭的这个创伤所造成的。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希特勒，或者甚至有一些那个连环杀手，那些就是他们都是原生家庭，就是跟比如说有些我们看到电视上很有名的那些案子，就比如说连环杀手杀女性，就是因为跟妈妈关系不好，妈妈冷落了他，然后或者是去杀那些就是那些 sex worker 啊，那些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妈妈曾经是一个什么，就是被那个 shame 了，然后才会去做这些，这个就是原生家庭引起的，这些就是很 obvious 的例子。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孩子这个人本身有极大的问题。你要知道那个 sociopathic 的这个 instincts 其实很多确实是天生的，但是我觉得永远是 nature 加 nurture， 就是天生加上后天什么连环杀手之类的，可能很多大部分正常的更就是 genetically 正常的人，就算有这样子的这个原生家庭，他也不会去做这样极端的事情，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是不同的这个因素所交融。那我们刚才讲了好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例子展示了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具体这些影响的方面，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可能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情感基础，就是我们怎样去处理，像我们有一个这个 processor， 对吧？有一个这个芯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在原生家庭在童年当中塑造起来的这样一个处理能力。那还有就是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对吧？自尊心价值观等等。我有一个好朋友，前几天我跟他一起走进一家药店，他突然说了，觉得看着那个货架上的药品，他说我真希望有一种药是可以给我自信心的。我当时听到以后我就笑了一下，但是实际上是非常沉重的，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发自内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把他压成了这样一个自尊心非常低的一个人。再展开的话，有一些社会技能，比如说与他人相处这个表达情感、表达解决问题等等的社会技能，然后认知和情绪发展，就大脑的一些这个能力的发展道德观念的形成等等。刚刚你说到反社会人格的这些行为，包括连环杀手、杀妓女等等。对，还有就是没那么严重的，可能就是一些惯性撒谎者。对，这个男女都遇到过，就是他们的这个从小就是对这个可能讲真话的这个 consequence 会有恐惧吧。我就也认识我有个女朋友，就比如说她爽约的这个惯性撒谎也是很严重的。就比如说她说好了，大家都说今天我们在哪个地方见面，但是呢临时肯定会，我们都知道了100%他会出幺蛾子，就说这里不舒服，或者我电话没电了，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想，那久了之后，那他的这个他会远离他自己的这个圈子嘛？他有可能要去另外寻找另一个圈子，可能他这个慢慢的这个特性又被暴露出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状态。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他的这个惯性撒谎的行为的成因，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不敢说真话，是吗？因为怕说了真话，父母就会不喜欢他或者怎样。对，对啊。那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这个伤害有这么多种可能的方式有小有大，大到希特勒，太可怕了，我的天哪！那原生家庭有一些怎样的这种 dynamic 这种问题会造成这些伤害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总结首先刚才有说到忽视和冷漠，这个 neglect，right？不管是如果父母有很忙的工作，或者说父母关系不好，或者说母亲有这个产后忧郁症等等，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这个足够的关怀，这个支持，孩子就可能有
空虚感或者不安全感，或者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大脑过度发育。那第二种呢，肯定就有身体虐待。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前几天就告诉我，他说他父亲打他打到12岁，打到他哪一天呢？就是打到他从厨房里面拿了一把刀，然后要还手。那天之后，他父亲就再也没有打他。情感虐待也有，情感虐待往往就是羞辱啊、威胁呀、不尊重呀等等这种情感虐待其实是影响非常的深远，但是又是在 in the moment， 在那个时刻里面你很难去辨别的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最难去预防的吧。对，因为这个是你像感情操控，你当孩子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知道这是感情操控呢？我在小红书上经常刷到一些帖子，就是说父母过于干涉他们，比如说很多是在国外生活，或者有了家庭，有工作，然后父母去看他的时候，还是依然的那种操控心理是很强。当然他们我觉得可能当父母就是觉得我还是存在，你还是要尊重我，或者怎么样子的那种，很怕自己被抛弃吧，就 mentally 被抛弃的那种感觉。但是所做出的这些就是干涉太多了的话，就是造成就是真的是他们就是自己跟子女的关系是非常的恶劣。我一直觉得刚过年嘛，对吧？父母想要送给孩子一份最好的礼物的话，就是自己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咨询的这个普及也不够，虽然现在我觉得肯定比好多年前要好很多了，但是我觉得很多特别是传统家庭的父母是不会意识到，也不会认错，也不会说就是我哪里有问题呀，对不对？觉得认错这一点真的说得太好了，就是我们已经不能期待自己的父母会认任何的错但是父母这一代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父母的心理咨询师我觉得开明一些的这个父母一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我真心希望大家可以考虑去选择心理咨询，因为心理咨询不是治病，不是看病，它是像健身一样对你的这个健康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自己的与周围的朋友和你自己的爱人和你自己的孩子的关系的巨大的这个提升，对你来说这种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对，100%的，因为我觉得在心理的这个关注到自己心理的时候，你整个人会好很多，你的状态会好很多。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觉得我去跟我朋友诉苦，你要找一个就是专业的，能够去听你诉苦，而且不给你任何自己的那个偏见的。那我们可以接下去讲家庭冲突和暴力。家庭冲突和暴力就比如说父母的那个争吵，就会对我有直接的影响。我会觉得我会去想我到底该保护谁，会给你一种很奇怪的就是在你的心中埋一个问号，亲密关系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对吗？你只看到了他们的亲密关系所以把它作为范本的话，你后果可想而知。是的。对，除了家庭冲突和暴力之外呢，还有不健康的亲子之间的模式，比如说控制型的父母，比如说放任型的父母，比如说父母把孩子当成拐杖的依赖型的模式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健康那肯定会影响孩子的这个人际关系能力和这个自我认同等等。再有一些呢，家庭成员如果有精神健康的问题的话，那对这个后一辈的这个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对，特别是忽略的那些。对，看着父母的这个药物滥用酒精滥用等等，所有这个联邦监狱里面重罪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成长故事，你往往可以看到家里有虐待或者这个父母的这个有依赖史。所以这些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是会发生质的改变。100%。那最后还有一种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像希特勒的这个父母，一个是非常严格，一个是非常的这个百依百顺，不一致的教养方式也会让孩子非常的困惑，会 confuse， 会造成他的不安，然后影响他的这个自我成长。对，他会去选择，就是在这个父母之间，就是小孩都喜欢唱白脸的那个，对不对？而小孩就是要不断的去 make sense of something，对吧？他要就是把那些无法解释的东西想办法解释出来，那他对于之后的这个所有这个世界的认知，他就用那种新的他自己所建立的这些不正确的这个思维方式去解释后来发生的事情。说完了原生家庭对我们可能造成的影响和这个常见的伤害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讲讲怎样
重养自己 reparent ourselves， 这个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哈，reparenting，包括怎样去终结原生家庭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伤害最好终结在我们这一代，对吧 ？Ends with us，好，那个 ambitious 的一个，very ambitious。对，其实确实，我觉得你说可能吧，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非常著名的心理精神分析师哈，他们照理说是把自己的问题和童年的这个矛盾冲突等等全部处理过了，但是他们还是会对自己的孩子造成一些各种伤害和影响。所以你说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是能够止于我们很难讲。reparenting 呢，我们翻译成重养自己哈，其实意指是说要通过自我关怀、自我塑造和自我治疗等等方式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 inner child 内在儿童的这个需求，因为我们很多这种需求在小时候可能没有被完全的这个释放出来，因为我们想要去 please， 想要去这个迎合这个保护者的这个喜好所以我们呢就会抑制自己的这个生理的这个需求包括抑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小孩子好像不能够生气不能够这个嫉妒，不能够悲伤等等，都把这些情绪给压制了。那么这些作为孩童时期的我们的这些情感需求，当时没有被放出来，现在还是会就是以其他的方式火山爆发。所以其实重养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步骤就是把这些情绪再去感受一遍，知道自己这些情绪是存在的是曾经被这个抑制的。我们不强调的是这个原谅父母，其实更多的是接受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接受我们这些童年的这些创伤可能是无法在现在或者在未来治愈的，其实就是这个自我重养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目的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给自己的这个爱是有多少。这个其实是一个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很多是你小的时候没有被关注到的点，你自己没有关注到，父母没有关注到。就比如说拿刚才我那个朋友，就是疯狂的给自己买衣服的那种，那个是个极端，那个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就不是说我自爱就是要给自己把脸全部do一遍，对，然后就是要让以前小的时候妈妈说我是丑小鸭，然后我现在就要变成天鹅的那种，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像报复性的那种。我觉得我到现在也还在摸索，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觉得可能自爱就是说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priority 先 fulfill 了，然后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尽量去过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是，虽然说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呈现哈，但是很大一点我觉得共同点就是这个孩子没有成为自己，在这个童年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有种种的这个限制哈，就是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要这样才能让父母开心，那样才能让父母开心，导致很多这个自我没有被展现出来，没有被接受。自我接受，然后再爱上这个自己的全部这个是我们很多人要做的功课。对我个人来说，今年2024年有一个比较大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就是今年可能是我第一个低收入的全年，就是在之前的这个大学毕业之后的每一年呢，我基本上都是有非常可观的正常的工作收入。今年才开始是我的第一年，就是期望很低的全年收入我为什么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笑着呢？就是我觉得我很兴奋，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这个里程碑是我真正可以学会爱我自己。That's very brave of you. Yeah. 那我到现在还是一直在修复我自己哈。我觉得我已经有很大的收获。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接受程度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包括自己的以前的一些很 negative 的 talk， 这些是父母就是给你的，比如说你不够，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或者你的 peers 给你的这个 talk， 对，这个也是很 toxic， 因为之后他们都不需要说了，你自己都会告诉自己了，对吧？对对对，经常就说我行不行，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但现在呢基本上我没有了，我基本上现在是很 positive 的。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是这个读 Louise Hay 的那本书，叫做《生命的重建》。You can heal
control your life。 Yes，我觉得非常的 easy， 你自己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些复杂的东西，就是什么这些就是所谓的心理学那 go deep down 那些那个弗洛伊德的那些各个梦的分析，然后你需要的就是最简单的东西。他就说，他打了一个比方，在出生的时候你是大哭的，对不对？然后就是你哭也好，你闹也好，你那个尿床在刚开始的那个你或者笑或者吃自己的脚趾，对，这些都是会被大家原谅的，大家会觉得 you are very cute，然后你自己也会觉得受到了大人的赞美之后，你会有一个开心的那个微笑。为什么到了我们成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所有的这个 self criticism 嘛？对，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各种的，我自己又太胖，或者我太瘦，我太穷，我太高，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些。对，我跟你讲，我昨天坐飞机的时候肚子疼，我可怕拉肚子了。Can't be yourself, right? Yeah. 看心理医生也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去读了一个这个就是课程，我也是只拿照师，但是我读的完全是为了就是修复我自己。我觉得长期坚持心理咨询或者说精神分析确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刚刚说过，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也希望父母可以考虑。我周围有太多的非常优秀的朋友其实他们生活当中最大的困扰之一就是与他们父母的关系，因为也没有差到不能修复。那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尴尬的地方，怎么样去把这个关系变得更好呢？这孩子肯定是有所期望的，对吗？但是父母往往就摆出一副就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不会改变了，非常不利于这个亲子关系的修复。首先每个人都是可以改变的你几岁都可以改变。我觉得父母如果考虑心理咨询的话，对于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一定是进步会非常非常的大。对，首先他看到你已经迈出这一步了，他觉得哇，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嘛。所以今年不要给压岁钱，你就自己去把这个钱去请这个在线心理咨询。对，我觉得心理咨询它会让我们把现在的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事情和问题和状态等等与之前发生过的事情，你的这个童年呀，包括你的这个创伤联系起来，它会让你看到这些东西，它是我们在说就是 make sense， right？ You connect the dots. Exactly， 这个点都连起来了因为刚才有说到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很可能是已经理想化的，就是已经是改过的。我们大脑会做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事情，包括去修改记忆。你经历了这个长期的心理咨询和分析之后呢，你可能会去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童年的记忆给找回来，接受我现在没有办法再回过去治疗这个创伤，接受自己可以对父母生气，这个才是解放自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这种重获的这个自在的自由的感觉能够抓回来的话，对我们的这个之后未来的这个人生，包括所有的亲密关系影响都会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种重获自由的过程。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觉得原谅这个词是一个很 sensitive 的一个词。对，因为比如说这个人对你做了种种，你为什么要去原谅他？就是你又不是圣人，对不对？但是呢，我不会去计较了，这是我自己的成长。就是我也没有说原谅他，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怎么去原谅这个过去，对不对？而且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个孩子，也是需要保护的。在那个当下，他尽了他最大的这个认知上面或者最大的努力，他做了这个选择，他做了这个事情，而造成了这个今天的我。不计较了之后，我觉得可能那个摩擦会少很多。对，如果你计较的话，你就会去跟他当真，会去跟他就是去怼回去。对，然后这个来回越来越多，你就会觉得很痛苦，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受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对，接受父母可能不会道歉，对，或者就是父母他不完美。还有就是大家就是在寻求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去预防一些这些就是所谓的骗子，一定是要做足功课再去做，要不然你会被骗到了一个像是那种歪门邪教的一个里面，我觉得很危险。这确实太难了，就算是这个非常正统的这个精神分析都有很多人认为是假科学，对吧？弗洛伊德等等我们都自己就算信也不知道该信多少，信到什么程度，更别说那些歪门邪路的这个理论。这也是我觉得我们这个 self recovery 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难的一个一个大的挑战。对，就是我觉得要不停的有那个就是 critical thinking，然后如果大家在能做足功课的这个情况下，多问朋友，然后多问
这个有相同经历的人，看看就是这个课程适不适合你，不是说每一个课程都是适合自己，就是那种像抓住那种救命稻草的那种感觉。对，我个人还是比较反感课程 in general，因为我觉得有太多的可被钻空子的机会，一旦把这个赚钱跟这个别人的这个心理的联系起来，我觉得就有太多的可以被 exploit 的地方当然一些就是经历了这个时代的这个推敲的书啊，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这么多年来影响了很多人也有而且继续在时间的沉淀，对，很多书都是后期还那个修订的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要安全很多最好的办法我觉得还是像投资一样，你要那个广撒网嘛，然后你每一个就持有一点点，对吧？不要从一本书当中走进去太深。那你刚刚有推荐那个 You Can Heal Your Life 的这本书我最近有看这个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一本书，也挺有名的，叫做 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 是Alice Miller 是一个瑞士籍的心理学家兼这个精神分析师，他几乎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说怪在不好的父母身上，就他真的是觉得所有的这些暴力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不称职的，所有的这种希特勒都来自于自己的父母。对我觉得他这个理论当然也是比较 extreme，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会去研究比如说尼采的父母去研究这个希特勒的父母去寻找这个拼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出现。在我们认知到我们的童年有这样子的这个缺失之后呢他觉得我们不要过分去解读说我们的这个 participation 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对方错，或者说就是父母的问题等等，他是这样一个这个坚持。我要去读，我很感兴趣，挺有意思。对，我要去读。就是另外的，就是对我来说，在书籍上面的话，这个就是 radical acceptance，我也看过，你看过哈？我觉得它里面讲到的那个，就是把这个你的不好的情绪请过来喝茶，就是一定要去面对这个，就是 sit with the most uncomfortable feeling that you can never imagine、you have to just go through that、就是当你 go through 了之后的话，你的它那个 power 会减弱。其实我有一个小 tips，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用，是每一天给自己的这个 affirmation，这个叫自我肯定吧。对，因为我是一个，我在我的 love language 那个 test 里面，我测到我是需要这个 affirmation 的 words of affirmation 然后我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听到过，所以呢我非常需要没听过，对。然后 What is that？ 没有人说，然后 you are good， 然后 you're beautiful， you are都从来没有听到过，所以我很需要的就是这个 self affirmation， 包括在我的以前的这个恋爱关系当中，我是需要的另一半不断的跟我讲。然后但是呢，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发生什么变化呢？就这几年过去了，我再测了我的那个 love language，that's not my。It's not my concern anymore、我自己给自己补足了，对，补足了。现在我的那个love language 变成那个 act of service、对，就是我先生他说这个就是这些 affirmation 对我来说没有用了I gave myself everything 我也是这个 act of service、对，但是确实是很有用，就是你刚刚说到的，把你最不想去处理的这个害怕的东西说出来，或者说面对，对吧？写下来等等，或者说甚至在小红书上公布，太有用，真的太有用。对，因为你就是等于说面对自己那个恶魔最害怕的东西，然后面对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就没了，对他的那个 power 就没有了。对，这些自我帮助的这些书籍当中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的大脑健身，对自己的心灵健身，就是你这些东西就虽然大同小异，但是你在急需这个能量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对，他给你来一针强心针，所以你跟你母亲打电话之前和之后都要读一读，是吗？我现在就是避免很多的这个，说实话，避免很多的这个交流，因为就是这个口头上的，特别是对我会发信息，这个对口头上的交流，就像我们上次说的，有的时候口头上交流很难控制情绪哈，邮件短信会好一些，对，much better，对，我觉得包括写完了当即的反应，然后出去走一圈回来再改一改，对，因为你的那个就是写完了之后，你的这个你有个 filter 嘛，对，你要不说话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 filter， 在你急的时候他也急的那个情况下，就会很容易吵架。对，我现在就避免很多争吵，在这个self affirmation 就是
说久了之后，你自己会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系统，你随时都会可以来一句你的那个 self affirmation，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自己这个 power 就是一点一点升起来，充电呢，真的是一个充电，对。然后跟父母打一次电话，你就那个漏电了，不断要去充。如果大家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些评价比较高的 retreat，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用的。当然也要看清楚到底是谁，比如说那个打坐的那个长期那个叫什么？对 Vipassana， 对，那个是免费的，对，那个是免费。但是我有些人不适合，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就是我肯定我知道我自己的人的那个性格，我肯定会从里面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Vipassana 是长达10天的这个静修哈。这个静是安静的静，就是你在这10天里面是不说话的，而且起床非常的早从一大早就开始打坐，吃的也不算多，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坐着去这个冥想，去 meditate，每天要长达我不知道几个小时因为我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也觉得可能我是没有办法完成，但听说吃的很好吃。就是吃素嘛，对不对？而且是免费的。对，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网上去搜搜看，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不需要大家去鉴别到底是真是假，这个肯定是真的，但是你如果能够做得下来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对，我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做过的，过了这个第2、第3天之后，听说就会容易很多。但是确实有不少人逃出来的。对，像我们这样的能够20分钟 meditation 就很好了。对，You have to start somewhere。我以前有做那个 guided meditation，我跟那个 Calm 那个 app，我觉得我坚持了，你也用过哈，我坚持了1年，然后我觉得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过程当中呢，你肯定是有很多那个 monkey brain 会一直在作怪的，责怪自己的话太多，你就会觉得很讨厌这个 app。对，是会有挫败感嘛。对，我一般用这些冥想的 APP 都是用来入睡的，就是我比较喜欢 Yoga Nidra 这样子，就是全身的 body scan 都对我很有帮助，可以睡得很好，质量非常的好。还有那个 mirror work， 你有试过吗？没有，就是对镜子说话。这个是很多人不敢面对的，因为特别是有一些男性朋友，他们觉得就是对镜子会展示自己的弱点嘛。就是比如说对镜子说，就是 I accept who you are， 然后 I love you， life loves you，I accept everything about you。很多人会流泪，因为他们会觉得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就是这么 vulnerable 的一面，跟自己说就是我接受你，我爱你，然后我是无条件的接受你，我的这个 inner child， 我们这个内心的那个孩子，我是愿意保护你，然后呢愿意为你做所有的，然后我不会 criticize 你，我不会放弃你，我不会 abandon 你，然后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在刚开始就是特别是你在遇到创伤的最初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个 it's free yeah do it if you have a mirror in your home， 对不对？对，我觉得讲到这一点我又想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可以算是一个反例吧，就是这个女孩子她从小出生的这个原生家庭的环境跟我们的可能是非常相反的。她的父母只会夸她，所有的事情只要是好的都是她的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是不好的是别人的错。她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呢？你猜猜看。很自信，就都是别人的错。对，心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女孩子她的心非常的大，你跟她说任何的事情她似乎都不会生气。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她的这个自知之明太缺乏了，这个 self awareness 几乎为零。就是她在一个群体当中讲话发言的方式，别人都会觉得就是不可思议，觉得这样子的人怎么会这么不会为别人思考但是如果你批评他的话 again 他不会生气对，他会接受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可能所谓的成功例子，对，算是一个成功例子吧like 喂成功吗问号但是他很开心对吧，什么都没有办法打扰到他对吧，什么东西都不会把他给拉垮他就是非常的开心，他的开心是无法被摧毁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对，很有意思这样对，原生家庭一集怎么讲得完呢，对吧？讲不完这个肯定是希望大家踊跃跟我们分享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继续会聊这个深刻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对，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关注，下期再见拜拜。